是全世界最弱货币吗？为什么有此一说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日元最近非常的弱势啊，而且呢，你看到美国的布鲁金斯的一个这个学会啊，有一位研究员啊，他出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呢是他来好好讲讲全球的经济发展哦，然后他其中呢就点到了一个标题，他说现在全世界最弱的货币就是日元，而且他把日元拿来跟土耳其的里拉来做一个对比。他说日元实质的购买力是比里拉还要再更凄惨，所以他的标题就下日元是全球最弱货币。哇，这是标题很耸动啊！但你一看觉得天哪，日本跟土耳其拿来比较，你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其实呢，那就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国力。你觉得日本比土耳其差吗？居然下这样的标题，所以大家就非常好奇了。那于是今天就好好跟大家聊聊，日元真的有那么弱势吗？那到底反映出来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局势呢？好，我们先来讲日元。日元呢，当然现在面临到的是160的一个保卫战哦。那到160的时候，大家形容说那应该是日本央行的一个心理关卡，应该是没有办法让它跌破的。所以你就看到了，近来每次来到160，你就感觉有一双无形的手撑住啊，那就是日本央行。好，那当然呢，你说为什么日元最近这么弱呢？当然有非常多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呢，它是一个有非常多的一些资源都得要靠进口的国家。好了，那它要进口嘛，那你也知道，近来你看到荷姆兹海峡的一个被实质封锁，所以呢，这个日本呢，它既然是一个能源90%以上都要靠输入的国家，所以它有输入性的通膨，那就非常合理。所以呢，它要买能源，它就必须要大量的一个美元，然后东西又变得很贵，它又需要更大量的美元，所以呢，日元怎么可能强嘛？很难嘛。那再来呢，你也看到了这个贸易逆差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要输入非常多的东西，贸易逆差就上来了嘛。前几年其实日本有这个几年出现了贸易顺差，哇，大家说哇，日本好像要复活了。前几年不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结果你看到来到了今年，贸易逆差又开始起来了，所以呢，这都是让日元非常弱势的一个状况。当然，日元一弱势啊，那个秃鹰就来，所以你看到了，还有一些所谓的投机驱动的，故意的这个就是故意的要这个踢一脚，把日元给踹下去的感觉。所以呢，这些叠加的因素加起来，让日元非常辛苦。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贬值的一个速度啊，好像有一点hold 不住。当然日本央行要出手的，所以我们带您看日本央行当然不是没有动作。刚提到160，它就是撑一下哦。目前为止呢，去统计，大概日本央行1个月内动用了11兆左右的日元去撑住出它的日币的汇率嘛。好，那你说11兆日元很多吗？其实不多，因为日本呢，其他的外汇存底是多的哦，所以有人这样说，如果用这个1个月11兆日元去算的话，大概日本央行还可以负担得起，这口袋很深，它大概还可以来30轮左右去 hold 住它的一个日元汇率哦。但问题就来了，你可以一直无止境的去 hold 住你的货币吗？嘿，背后有一个世界警察在那里啊！美国最讨厌人家对汇率动手脚了。你看我们这个台湾，每次呢要 hold 住汇率的时候啊，他就说：“嘿，你给我控制汇率，不可以，不然我就惩罚你，我代替月亮惩罚你。”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美国，他会 OK 日本央行这样一直去出手干预它的汇率吗？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日本央行还会这样不断出手吗？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哦。所以呢，你看它这个时不时 hold 一下，但是你说它要大举的去让这个日本的汇率开始往上升值，它应该不敢的哦。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目前为止这个日本央行也就是真的，你觉得它好像160要破下去了，它就 hold 一下，大概是这个状况。然后，但是你说把它 hold 到什么150、140，那你也别想了，没那个可能性哦。好了，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哦。放在日本呢，又更好的诠释了这一点。现在呢，日本大家也知道，这位女性的一个这个首相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呢，她有她的高市经济学，她要救起日本的一个经济，她要救起日本的国力，他做的一个方法跟过去
日本政府的做法很不一样。过去呢，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民族所以呢，过去日本政府也是这样的，他们在财政的一个这个政策上是非常保守的。好，那他们怎么做呢？通常，你看到这个美国是很肯举债嘛，对不对？这也跟民族性很有关嘛。美国呢是很肯借钱，然后去发展它的经济嘛，对吧？那你看美国人也是啊，他们的家庭也都是很愿意举债，然后呢去做一些消费啊，对吧？那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呢是钱都存起来这个存在银行里。放在床底下，那没有开玩笑。好，那所以呢，这个日本的政府他们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怎么样？这个他的日本财政的政策呢，就是呢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好，多少钱哪里来？税收，就是他们来的多少钱。好，所以呢，这个日本政府以前是这样的我这个税收有多少钱，然后我就会去分配这些税收，比如说我这些要做这个用途，那个是要做个用途，好，这个样子但是呢，你一个国家发展你光靠税收那是不够的。所以现在的高市早苗他说不，我要举债，这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想法，他要跳脱那个用税收的规模来想象他国家要怎么样发展规模的那个过去的迷思。所以呢，他现在说不，我们不能再用税收多少就怎么做。以前是这样的，那这个现在的高市早苗就不这么做。所以呢，高市早苗说没有，我们现在要减税，然后呢，我要带着企业一起呢去这个开拓更多的可能性人家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讲嘛？他说你要存下多少钱不是省出来的，你是要去赚更多的钱，对不对？高市早苗就现在是这个概念。他说我要去赚更多的钱，我要去把我的经济规模更扩大，而不是回头看说我有多少钱，然后我就省着钱省着花，没那回事。他要去赚更多钱回来，然后让日本的经济体量变得更大。所以呢，现在高市早苗那叫做国家发展主义。现在高市早苗这么做的，他说好，我们要发展半导体，所以呢，我们就要有国家队。我就国家带头做，然后呢，我国家甚至会去成立公司，我去成立半导体的基金，然后呢，我去带着大家一起往前。他去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呢，这个政府入股，然后他就带着这些民间企业说来上，我们一起上，我们国家队。所以呢，现在看到他的一个半导体的发展就是如此所以呢，他这个带头往前做。好，那你首先你要带头，你要入股，你要成立一个半导体的补贴，你要为企业减税，然后我们来补贴这样的一个产业，你哪来的钱？举债嘛，对，所以呢，你就看到了现在这个日本政府的做法就跟过去非常不一样。好，但是这有一个风险政府带头做，那你的钱哪来？举债来。好，举债来，那是一个这个当然这是很多国家都这么做，但问题是就会跟美国面临到同样的风险，就是如果你的利率在往上走的话那你国家的利息支出就会变得很高咯。那这也是现在美国面临到的问题嘛。那现在高市早苗政府要这么做，那你也会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如果日本央行要让它的利率正常化，要让它的利率开始慢慢的走扬的话那你日本政府你要付的你的公债的殖利率就会高你要付出的利息就会高那就会是你政府的压力所以呢，这件事情一体的两面。当然在日本也有非常多的讨论，大家就很担心说，现在高市早苗大举的举债，然后呢要冲刺他的国家经济的同时，万一日本央行要升息的话那你这个你怎么样权衡，那就是一个问题了。但问题是，这似乎对日本来讲，它要这个重振它的国力那应该是一定得做的。我们来看现在日本过去呢这个陷入长期的通缩，所以呢你说他们的薪资也没有可能这个上涨嘛，那劳工也过得很辛苦嘛。但是你说有多辛苦，他们的薪资没有上涨，但是它的物价也没有上涨，所以就过得去 OK， 那就这样。但问题是呢，你看到我们刚刚提到了现在的日元不是在走贬吗？那走贬有输入性的通膨他们的进口东西变得非常贵日本现在的东西其实是很贵的他们已经重新回到了通膨的状况，他们的物价是在上涨的。好，物价上涨，如果你的员工薪资没有上涨的话，那人民的痛苦指数就非常高。所以我们来看现在的日本因为它已经重新回到通膨的一个轨道上，所以呢，他们在今年一个好消息是每年日本有春斗春斗呢就是到春天的时候，员工会去跟老板说加薪时机到了，所以今年的春斗平均企业是愿意帮员工加薪的。今年的平均数字呢是
加薪5.26%，大概5%以上，所以呢，这已经启动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啊。企业愿意帮员工加薪，员工薪资高了，员工薪资变多了之后，他可以多一点消费，多一点消费之后呢，回到了这个经济的一个这个 circle 当中呢，那你当然这个企业就多赚一点钱，多赚一点钱呢，那你来年就愿意帮员工多加一点薪水，那员工又多消费一点，这个良性循环就起来了哦。所以这就是重启它的一个日本的经济的内循环。好，那当然你循环起来了之后，企业获利起来了之后，那你的这个金融市场就会更好一点，你的股价就会高一点。那你这个良性循环一动起来了之后呢，当然你的市场的资金全球资金就会看到，日本的股市可以可以投资，所以又重新回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要动起来。目前看起来日本是有动起来的感觉，因为今年的春斗的确这个员工的平均加薪幅度已经回到5%以上了。好，但是呢，隐忧就在于那个输入性的通膨。我们带你看，日本其实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商品必须要靠输入，必须要靠进口的，那这就会非常大的影响到它的一个日元，被日元的一个走势影响。所以你看到了现在，当这个中东的一个战争，看到了伊朗的战争还在持续，然后跟美国一直没谈定，荷姆兹海峡还在被封锁，油价还居高不下的状况底下，日本现在物价就被推得很高。那推得很高的状况底下，人民就会很辛苦。所以你看到了现在，刚我们综合刚所讲，高市早苗政府带着大企业一起，希望把日本的这个经济的一个良性循环再带动起来。然后，但是同时间你又遇到这种不可抗力，我又不能阻止人家要打仗，对吧？我就无法阻止人家打仗，那油价变那么贵，那日本的物价变得那么贵。有一个统计数字是，日本很可能这个接下来的6月开始，东西都要涨价了，食物要涨价，然后甚至他们泡温泉也要涨价，因为温泉很多地方温泉，你以为温泉你要泡温泉就那么烫啊？没有，很多地方的温泉旅馆是它要加热的，那你加热要用什么？要用能源的，那你要用能源在输入型通膨变很贵的，所以呢，你可能观光客到日本去，你会发现哇，连泡个温泉我都要涨价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日本他们辛苦的来源。所以现在有人这样形容了，他说呢，这次的日本会变成是这个政府受惠，因为呢，政府带着大家一起把经济体量做起来嘛。那你经济体量做起来了，税收就会增加，所以政府受惠，大企业也受惠，因为大企业当然有本事跟着政府赚钱去啊，那就受惠嘛，多赚点钱，多获利就更增加了。但是人民呢，如果人民我没有跟上你这个政府带头的那个产业，比如说半导体产业，那我做的可能是一般的这个我要靠这个观光客的观光收入的一些行业的话，那我什么都没有捞到好处啊，我就纯粹的就是倒霉啊，因为呢东西就变得很贵啊。那所以呢，你就说了，现在人家讲企业天堂，人民是地狱啊。这就是目前看起来这个日元贬值在日本造成的一个状况了。好了，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其实呢，这个货币只是一个橱窗，你要看的是国力。那有人说现在日本呢，它要怎么样挣脱那个现在日元贬值导致的输入型通膨，然后非常困难的一个窘境，那就是要靠 AI 了。如果呢，它可以搭上这个 AI 浪潮的话，让整个日本呢，这个用 AI 当火车头，把整个产业带动起来，然后良性循环也起来，然后呢就挣脱那个日元贬值的一个纯粹的一个窘境的话，那或许国力起来了，那就不会有所谓的企业天堂、人民地狱这样的一个窘境了，对吧？好，那所以呢，这个大家就要问了，那到底日元接下来是涨是跌啊？那就要看看日本央行的动作了。日本央行现在有点像被火烤啊！你说它要升息，那会伤经济，好像没办法升息。但你说日元一直贬值，它要怎么样救呢？它是不是这个输入型通膨，它用升息来挽救一下呢？好像也是有点困难。所以呢，当日本央行要升息这个决定非常难下决定的时候日本的这个货币要持续贬值恐怕呢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这样。所以呢，结论是日本的这个日元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告诉你的那个样子，到160
日本央行呢就或多或少去撑一撑，但你说呢，要把它撑到整个回到升值的一个这个趋势上呢，好不好？也是蛮困难的哦。所以呢，回过头来就是日币呢，很可能就这个样子了，要死不活的样子，在160左右，上上下下。那你说日本央行呢，要可以大刀阔斧就是升息？那也没那个可能性，很可能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就在这个地方晃啊晃，所以一切呢可能要回归到底呢，现在这个伊朗战争要打到何时？高市早苗他的财政政策要怎么做了哦？好，这个是日元啊，近来被人家贴一个标签说它是全世界最弱货币。那也没那么夸张，好吗？好，所以呢，就看到了，纯粹就是标题党又出现了，没有那么弱啦。但是你要说它强到哪里去，那好像也没那个可能性。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分析的这个日元接下来的走势，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